当地时间13号起，一连3天，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意大利举行。随着权威与国际信誉日渐消弭，G7已被越来越多人视为不受欢迎的领导人俱乐部。今年，多位G7成员国领导人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困境。当他们各怀心事地聚在一起，会讨论哪些议题？在涉华、俄乌及巴以问题上，美欧之间又存在怎样的重大分歧？A G7 meeting has no intention of doing anything when they meet in a 5-star hotel with a Michelin restaurant. I mean, it's a holiday. 从12号开始，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及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陆续赶往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的海边豪华度假村，参加1年1度的G7领导人峰会。因多位领导人深陷各自国内政治博弈，且俄乌和巴以2场战争持续不绝，外界普遍认为本次G7峰会阴霾密布，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作为东道主，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坦言，这是一个尤为艰难的时刻。路透社12号在报道中称，G7国家领导人大都心情沮丧，因为多位G7成员国领导人的政治前途目前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距离美国大选越来越近，美国总统拜登的选情却十分紧张。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已在绝大部分关键州领先拜登。雪上加霜的是，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又刚因非法持有枪支和隐瞒吸毒背景被判处有罪。而英国首相苏纳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都将在未来几个月里迎来关键选举。其中位置最岌岌可危的是苏纳克，在7月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领导的保守党正以极大的劣势落后于工党。一旦败选，这名80后首相的唐宁街生涯就将告一段落。马克龙也因所在阵营处于下风而走出一步险棋，宣布提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议会选举。及右翼势力崛起的当下，马克龙余下任期会否跛脚也要打上一个问号。岸田文雄则将在金秋迎来自民党总裁的选举，而日本最新民调显示，受到黑金丑闻等因素持续影响，岸田的支持率已跌至其2021年上任以来的新低。因此，多位G7成员国担忧，明年合影的时候是否还是同一批领导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德国总理舒尔茨也正面临同样的问题，两国最晚都将在2025年举行大选，而他们领导的阵营目前也都处于落后位置。相比之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党刚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斩获佳绩，被视为目前G7内部地位最稳定的领导人。在欢迎环节，他身着粉色套装，笑容满面地与来宾一一握手，但观察指这难以平衡本届G7峰会的沮丧氛围。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会有6场工作会议，主题覆盖非洲、气候变化和发展、中东、乌克兰、印太安全以及人工智能等。尽管看似议题广泛，但核心内容仍聚焦于俄乌和巴以2场冲突以及涉华议题。根据美国彭博社记者获取的领导人声明草案显示，美欧将继续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议题，意图组成共同阵线，在芯片等领域应对所谓中国挑战。上个月，美国公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等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措施。综合多家媒体消息，华盛顿期盼能够统一战线，正极力推动盟友把该内容纳入最终的联合声明内。不过，7国集团中的多国财长此前已警告，提高关税可能带来贸易战风险。法国财长勒梅尔日前表示，中国仍是欧洲的经济伙伴，避免与中国发生贸易战很重要。德国财长林纳德也指出，贸易战只有输家，不可能有赢家。德媒直言，美国对此事的关切高于欧盟，有些欧洲国家更希望能避免跟中国爆发全面贸易战。在欧洲国家考虑到自身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平衡贸易、金融等多方面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如何对中国来在关税方面进行调整，欧洲也在进行一些尝试。一方面呢，有一些国家认为对华加征关税对欧洲自身来说会带来实际的利益，是立竿见影的。但同样也有一些国家担心的是，一旦动手过度，或者说步子迈得更大，可能会造成一场新的贸易战。对于经贸方面的摩擦，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丧失，是很多欧洲国家所担心的。值得警惕的是，美媒还爆出G7计划成立一个半导体供应链联络小组。尽管该小组名义上是用来协调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但实际上此举被认为针对中国，在收紧中国获取相关产品和技术的空间。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还计划扩大对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和其他产品的制裁，目标范围也划到了中国。美国仍然在形成对华的合围，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欧洲国家是被迫选边站队，甚至呢是迫于美方的这种压力来最终牺牲中国市场，或者是说呢，在权衡之后，最终又做出一些妥协。
尽管通过炒作涉华议题博眼球，但本届G7峰会的首要议题仍是有关如何支持乌克兰。美国希望在峰会上敲定利用俄罗斯央行被冻结资产的约3250亿美元的利息收益，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英国此前也提出过类似想法，考虑过特朗普有可能卷土重来。外交大臣卡梅伦在G7开幕前夕疾呼盟友们团结起来。I hope as a very minimum at the G7 this week, we can agree that we use the interest from the frozen assets to roll up an enormous loan for Ukraine, and the money can flow way before we get elections in America in November. 不过，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报道，美欧就此出现重大分歧。美国想要欧盟当这笔贷款的唯一担保人，承担所有风险；欧盟则直接喊话：“我们可没这么蠢。”消息人士称，想要协议最终达成，可能至少要推迟到秋季。Well, Biden's trying to push the Europeans to accept his plan on either seizing Russian assets, that is, to cash them in, or to take the interest from the assets. And of course, the Europeans are not too crazy about this because, you know, when a lot of these assets are in European banks, and if the Russians want to play hardball with the Europeans, they can freeze their assets. 深圳卫视注意到，俄罗斯此前已做出强硬回应。俄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西方试图没收俄资产的行为，无论以何种形式，均无异于偷窃。俄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事实上，俄方也已提前布局。上月18号，根据俄司法部门对一起涉外天然气商业合作的判决，俄罗斯没收了德国最大银行在俄资产约2.3亿欧元的资产。专家分析，俄方此举就是为了震慑美欧，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否则杀敌1000，自损800。而就在12号，俄罗斯最大的交易所莫斯科交易所宣布，当地时间13号起将暂停美元和欧元交易。与此同时，俄罗斯央行也宣布，由于美国对莫斯科交易所集团采取的限制措施，美元和欧元的外汇交易和交割工具的结算均被暂停。外界普遍将此举视为俄罗斯做出的最新反制。其实此前很多的欧洲国家也一直担心，一旦呢冻结俄罗斯的资产，进而呢由冻结转为没收，可能会造成连锁反应。首先呢，说到美元，它的全球化的地位会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冲击，但更多的欧洲国家担心的是俄罗斯的反制措施。而另外呢，很多欧洲国家担心的是国际规则问题，一旦呢冻结一国的资产，并且呢挪作他用，用这种所谓的惩罚性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就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那未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在欧洲进行投资以及呢资产的存留会质疑，认为呢会承担更大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将在G7峰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签署一项新的安全协议。Basically commits the U.S. to supporting Ukraine militarily with weaponry, with training for soldiers and the like for 10 more years. This is a negotiation that has been taking place for months. 事实上，在巴以冲突问题上，G7国家间的不和谐声音更为响亮，尤其是在如何承认巴勒斯坦国以及看待以色列军事行动等问题上，美欧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有学者担心，该议题有令美欧关系脱轨的风险。So it will definitely be a challenge for the G7 not to be derailed in some ways by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Gaza and what are post-war plans. Less reflective of power around the world, much more of a club that's not necessarily got the legitimacy that it once had, and add on double standards and hypocrisy and people dying at scale in Gaza, and it's a very gloomy outlook. 对于正在意大利召开的G7国家领导人峰会，不仅聚焦于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而且准备探讨在半导体供应链和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上进一步采取措施压制中国。那对此您怎么看呢？我认为，从本次G7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准备重点讨论和解决的几大国际热点问题来看，这个组织已经非常明显地出现了这样几个非常危险的变化。其一是，原本经济化特色非常明显的七国集团组织，已经呈现出了相当明显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也就是要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分界线，将中俄两国跟广义上的西方世界给区隔开来。二是原本旨在对内协调与促进七国内部发展和对外促进经济全球化的G7集团，已经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对外斗争化倾向。其典型特征就是，本次会议的主题居然是要探讨
对中俄的经济封锁与制裁。第三，本次会议除邀请了包括印度总理莫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阿根廷总统米莱、巴西总统卢拉等发展中大国领导人参加之外，还邀请了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发展中小国参加。这些都意味着7国集团峰会正在企图从一个西方大国抱团取暖的小圈子，进一步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扩散，准备扩大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圈子。那么7国集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新发展和新动向呢？我认为这背后的根本性原因就在于，在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广义上的西方国家又挑起了一场针对中俄的所谓新冷战，并使得广义上西方国家跟中俄之间的分歧与对抗进一步加剧了。而且尤其让美西方感到头疼的是，由他们挑头组建的世界秩序与国际组织，不仅解决不了这一分歧与对抗，而且还使得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成为了展示双方分歧与对抗的舞台。比如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按照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美西方获得的支持率还经常比不过中俄两国。同时，由于美英法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都拥有1票否决权，这样一种格局又经常使得安理会在解决重大国际分歧与地区冲突问题上难以有作为。尤其是由于俄罗斯既是俄乌冲突的当事方，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就使得美西方没有办法利用安理会这个工具来打击俄罗斯。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西方才采取了2手策略，一手是在军事上进一步强化与壮大北约这个军事组织，另外一手就是进一步转变7国集团的功能，将其由一个经济组织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具有斗争性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组织。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用北约这个军事组织来架空安理会，用7国集团来架空联合国。而为了反制美西方的阳谋，中俄则正在利用上口组织来针锋相对的反制北约，用金砖国家来反制7国集团。于是整个世界就不可避免地再度出现了像冷战时期那样的东西方分裂与对抗，而美国无疑是其中的始作俑者。舆论普遍认为，由于7国集团不仅面临着各自国家内部的分裂与变局，再加上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与对华关系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所以这次这些国家领导人峰会将难以有所作为。对此，您又如何分析呢？我认为，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对华战略上，7国集团之间的确是存在着分歧，但是这个分歧不仅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大，而且我们还得面对7国集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正在迅速整合分歧的现实。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制裁俄罗斯还是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7国集团都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要是没有7国集团在其中挑大梁，反而与援乌联盟压根就组织不起来。当前7国集团内部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是否要利用被冻结的数千亿俄罗斯资产来援助乌克兰，因为这背后涉及到了合法财产权保护这一根本性的价值观与法律问题。然而，即使是在这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上，7国集团也正在迅速弥合分歧。据报道，美国希望在G7峰会联合声明中加入利用俄方资产收益来军援乌克兰的相关表述。这一主张已经获得加拿大和英国的支持。同时，在美国的鼓动下，即使是原先反对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已经对此持开放态度。在这种情况下，7国集团在制裁俄罗斯与援乌问题上，哪里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巴以冲突问题上，7国集团中的其余6国的确是跟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是这一分歧仅仅是体现在如何对待以军进攻加沙所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上，在消灭哈马斯以及保护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这一大方向问题上，7国集团之间则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在对华战略上，由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分歧，七国集团内部的矛盾的确是最大的。在对华经贸上，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盟也受美国的鼓动，中断了中俄投资协定的进程，而且响应拜登政府的脱钩断链号召，提出了所谓的对华经贸区风险化。另外有评论认为，由于美英两国即将面临国内的大选，再加上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领导人在国内面临着民意支持率低迷等问题，这将导致七国集团在处理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和对华关系问题上力不从心，甚至是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我认为这些或许是事实，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越是在国内政治困难重重、矛盾分歧加大的情况下，七国集团的领导人越是有可能会在国际政治上进一步整势强硬，以转移国内面临的矛盾和政治压力。